你有没有想过，在远古时代，人类围坐在篝火旁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是那些火光照不到的黑暗，因为谁也不知道黑暗里到底藏着什么。而某种意义上，直到今天，这件事儿其实都没变，只是现在我们的篝火变大了，我们的视线也已经能跨越整个地球，甚至看向宇宙最深处。像詹姆斯·韦布这样的望远镜，让人类第一次真正开始窥探宇宙边缘。可问题是，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宇宙里总还有一片连光都到不了的黑暗，它被称为可观测宇宙边缘。那片区域正在以极其惊人的速度远离我们，快到什么程度？快到连光都无法从那里抵达地球。也就是说，边界之外发生的一切理论上都不可能被人类观测到。那里像是一道真正的宇宙黑墙，没人知道后面有什么，也没人能真正跨过去。至少以前科学家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直到2008年，科学家突然发现数百个星系团正在朝着宇宙边缘某个方向异常移动，而且速度快得离谱，甚至已经超出了现有物理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感觉就好像在那片无法观测的黑暗之外，真的存在着某种庞大到无法想象的东西。它正在拉扯这些星系，或者说它曾经影响过整个宇宙，而这种影响范围甚至横跨数十亿光年。这个现象有一个名字，暗流。那么暗流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又会对我们理解宇宙这件事儿造成什么影响？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宇宙中最神秘也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当然，暗流本身一直存在争议，所以我们先从目前已经比较确定的部分开始。2001年，美国宇航局发射了一颗探测器，它的任务是绘制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地图。简单来说，这东西可以理解成宇宙大爆炸残留下来的余晖，它安静地弥漫在整个宇宙中，而科学家希望通过它更了解宇宙本身，比如宇宙到底有多平坦，普通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各自占了多少比例。而这项观测计划对现代宇宙学影响极大，其中有一位特别关注这些数据的科学家，他叫亚历山大·卡什林斯基。当时他正带领团队在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中心进行研究，而他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能不能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数据和星系团的运动方向联系起来。他想看看宇宙中的这些星系流动到底有没有隐藏着某种规律，但这件事儿其实非常难，因为他们使用的方法本身就极其微弱。为了完成研究，卡什林斯基团队利用了一种叫动力学 SZ 效应的技术。简单来说，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穿过一个高能星系团时，它会被稍微加热一点。如果这个星系团本身温度极高，它就会把能量传递给原本更冷的背景辐射。而如果这个星系团正在高速移动，它本身携带的巨大动能同样也会影响这些辐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背景辐射的能量都会出现极其细微的变化，而科学家就是靠这种几乎微弱到离谱的变化反推出星系团的运动状态。问题在于，这种变化实在太小了，小到单独一个星系团几乎根本观测不到，所以他们只能同时分析大量星系团，再通过统计学方法从噪声里硬生生把规律挖出来。而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一张精度极高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地图，随后再把上千个星系团的数据一个一个进行对比。而结果连他们自己都震惊了，他们真的发现了一种规律，一种横跨整个宇宙的大尺度运动。大量星系团正在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朝着同一个方向集体移动，而这个范围甚至延伸到了25亿光年之外。这些星系团的速度大约在每秒600到1000公里之间，它们共同移动的方向则指向半人马座和长蛇座区域。可真正诡异的地方在于，那个方向上什么都没有，至少在人类目前能够观测到的宇宙里，没有任何足够巨大的天体能解释这种规模的引力。理论上必须存在某种极其庞大的质量源才能把这些星系朝那个方向拉过去，但问题是那个东西偏偏在人类视野之外。而这也引出了一个极其大胆同时也极具争议的猜测，在可观测宇宙边缘之外，可能真的存在某种超大质量结构，只是我们看不见它。当然，这个想法一直都非常有争议。但在继续之前，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宇宙边缘之外的东西真的有可能影响我们吗？你可能会觉得不可能，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在可观测宇宙之外，任何东西理论上都无法与我们产生因果联系，我们影响不了它们，它们也影响不了我们，因为当空间膨胀速度超过光速之后，两个区域之间就会彻底失去互动能力，甚至连引力都不例外。不过这里面存在一个漏洞，前提是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宇宙暴涨之前。所谓宇宙暴涨，是宇宙大爆炸早期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时，科学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大尺度看起来会如此平坦，而且几乎到处都差不多，无论是温度还是物质分布都异常均匀，哪怕是那些理论上从未接触过的宇宙区域也几乎一模一样。比如我们左侧宇宙边缘和右侧宇宙边缘，它们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面，按理说它们不应该如此相似，而这就是著名的地平线问题。后来美国物理学家阿兰·古斯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认为如果在宇宙最开始的时候，整个宇宙其实曾经互相连接过，那这个问题就解释得通了。就像红色和蓝色颜料在水里不断搅拌之后会慢慢混合均匀，但问题是，如果宇宙最初真的是连在一起的，那它后来又是怎么突然扩张到今天这种规模的？于是一个理论出现了，在大爆炸之后，宇宙可能曾经历过一次极端恐怖的超高速膨胀，这就是宇宙暴涨理论。虽然具体时间还有争议，但很多物理学家认为这场宇宙暴涨发生在大爆炸刚刚开始之后，而它持续的时间短到几乎离谱，大约只有10⁻33次方秒。这个时间到底有多短？短到人类几乎没办法真正想象。但就在这短短一瞬间里，宇宙却膨胀了10⁻26次方倍，这已经不是快能形容的了。这种夸张到近乎疯狂的膨胀速度，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细菌大小的东西在万亿分之一的万亿分之一秒里瞬间膨胀到整个银河系那么大，听起来甚至有点不真实。但宇宙暴涨理论最关键的意义其实不只是速度，它真正解决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整个宇宙会如此均匀？因为如果宇宙最开始时所有区域原本都彼此接触过，那它们当然有机会互相混合，哪怕今天看起来已经遥远到永远无法接触的区域，当年也可能曾经靠在一起。关于宇宙暴涨具体是怎么发生的，目前还有很多复杂理论，里面甚至会涉及标量场、假真空态这些相当硬核的物理概念。不过这些内容太偏理论了，你只需要记住一个重点：暗流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恰好就和宇宙暴涨之前有关。也就是说，在宇宙还没有形成原子之前，在那片极早期极混乱的宇宙里，可能曾经存在一个密度极其恐怖的区域，而我们所在的这片宇宙当年刚好被它的引力拉扯过。随后宇宙暴涨开始，那片超大质量区域被瞬间甩到了可观测宇宙之外，远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再被它直接影响。但问题在于，运动中的东西会保持运动，于是那些当年受到拉扯的星系团直到今天依然还在朝着那个方向缓慢漂移，就像一种跨越数十亿年的宇宙惯性。这也是暗流理论最核心的解释之一。但正如前面说的，这个理论一直非常有争议，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它需要一个大到夸张的质量源，而且这个东西还必须存在于可观测宇宙之外。为了让暗流成立，那片区域里的物质密度甚至可能远远超过目前宇宙模型的预测。换句话说，在宇宙边缘之外，可能存在一个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夸张得多的超大结构。但这恰恰又和宇宙暴涨理论最初提出的原因有些互相矛盾。因为阿兰·古斯当年提出宇宙暴涨，本来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宇宙整体看起来如此均匀。而按照目前的宇宙模型来看，我们眼中的宇宙其实应该是均匀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物质分布大体上都差不多。这种特性被称为均匀性。除此之外，宇宙还应该具备另一种特征，各项同性。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把整个宇宙里所有运动的方向和速度全部加在一起，它们整体应该是平衡的。但暗流的出现却像是在直接打破这个概念，因为它意味着就在可观测宇宙边缘之外，宇宙可能突然不均匀了。那里也许真的存在一个密度极高的超大质量区域，
只是我们看不见它。而这个想法本身就已经相当疯狂了，因为它会一下子引出大量问题。如果宇宙在边缘之外其实并不均匀，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平坦宇宙会不会只是碰巧？我们是不是刚好运气好，待在了一块比较正常的区域里？那宇宙形成理论又该怎么解释？宇宙暴涨理论又该怎么算？毕竟宇宙暴涨最初被提出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宇宙会如此均匀。可如果宇宙本身根本没那么均匀呢？那整个理论可能都得重新思考，而这也是暗流为什么会如此有争议的原因之一。但真正更大的问题其实还不是这个，而是暗流可能根本不存在。虽然卡什林斯基团队坚信自己发现了它，但后来欧洲航天局普朗克计划团队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而且他们使用的是比当年更先进、更精确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地图。这些数据来自2009年发射的普朗克探测器，精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 WMAP 探测器。结果在重新分析上千个星系团之后，普朗克团队却表示他们根本没发现暗流的证据。可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随后卡什林斯基团队又重新分析了普朗克的数据，而他们的结论却是暗流依然存在。于是直到今天，双方仍然还在争论。后来卡什林斯基团队还发表论文表示，他们会结合 WMAP 和普朗克的数据做一次更深入的分析，希望能给出更明确的结果。但截至目前，这项结果仍然没有正式公布。所以在真正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之前，很多科学家依然认为暗流大概率并不存在，也不存在某种潜伏在宇宙边缘之外的超巨大存在，更不存在什么在数十亿年前拉扯着无数原始星系移动的宇宙怪物。但就像所有未知问题一样，它依然会让人忍不住去想，因为科学从来不在乎哪个答案更方便，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无论它最终是复杂还是简单。也许总有一天人类真的会知道，可观测宇宙之外到底存在着什么，而暗流又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但即便那一天真的到来，人类面对的黑暗也不会彻底消失，因为每当一个谜团被解开，宇宙的边界往往只会再次后退一点，然后一个新的未知又会重新出现，让人类继续追问下去。因为人类对知识和探索的渴望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说真的，人类未来如果真的能前往遥远星系，那一定会是件非常震撼的事儿。但我有时候也会想，那种旅程带来的可能不只是浪漫，或许也会有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不安感。就像我们第一次踏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你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对周围的一切都一无所知。